这真的好像樱花虾哦，樱花虾，一入口就是那个鲜甜味。Hello， 野菜露露，我是露比，我是小野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的是樱花虾丝瓜。这道呢，算是我以前蛮爱的一道料理，但是吃素之后就没有办法吃到樱花虾嘛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食材，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法，让大家呢就可以吃到一样的风味，一样的外观。一样好吃。开始之前呢，想问问大家，现在天气比较冷了，你看我现在都穿毛衣了，今天真的蛮冷的。大家会在这种冷的天气想要吃什么料理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那我就有机会呢把它拍成料理分享给你们。上次不是说要做麻油鸡？对，麻油鸡会做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但会做，会分享给你们。但就是想要问问大家，想要吃什么？暖乎乎的料理，或是你冬天特别想吃什么也可以。想吃冰淇淋。冰淇淋，真的有人冬天会想吃冰淇淋？有啊，哈尔滨那边都喜欢吃雪糕。对，韩国也是。好，都可以，反正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都会一则一则都会看哦。好，那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丝瓜、金针菇、红萝卜。那我们就开始料理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不揪汁的丝瓜，把它头尾去掉之后呢，去皮，切大概2公分厚，可以2到3公分啊。我喜欢吃有口感的丝瓜，那如果不喜欢吃有口感，你就把它切小一点没关系。接着呢，我们把红萝卜把它去皮，磨成泥状，磨成泥哦，像姜泥的那种泥。红萝卜磨成泥之后啊，我们就把金针菇切成大概这么长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知道4到5公分。这样有4到5公分，差不多对，4到5公分的长度，不要太短哦，太短等下变金针菇碎，就不像樱花虾的那个长度了，因为你等下炒完之后它会再缩嘛，所以你要至少要有一点点长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开炒。先把我们的金针菇煸到金黄色，倒入一点油，把它煸到金黄。然后现在已经煸到已经有点这样焦黄了之后，我们就把我们的红萝卜倒进去，这主要是让它上色啊。然后倒进去之后啊，你拌在里面，其实小朋友也吃不出来里面有红萝卜，它就会炒到整个是很甜的样子，同时又有它的营养。对，然后炒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再加一点胡椒盐，让它有点咸味。刚把炒好的金针菇、红萝卜把它夹出来啊，它里面还会有一点油，这油不要倒掉哦。我们继续来炒我们的丝瓜，就直接用这个油来炒丝瓜，等下这个丝瓜颜色就会很漂亮。
色。然后现在煎到有一点出水，就它有点要软化的样子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加入一点盐巴，调味就盐巴就好，然后跟一点米酒。那如果不吃米酒的人就加一点点水，不加水其实也可以，你加盐巴下去之后它就会自己出水。我通常在炒丝瓜是不盖锅盖的，那当然有人会盖锅盖是为了让它可以快点软化。那我不盖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会不好控制，你就会有时候丝瓜可能就会太软就没有口感，因为我喜欢脆脆的口感。那其实你这样不盖锅，你看它现在也软化了，对啊，它现在完全是就是熟了。哦，熟了，对，然后但外面还是脆脆的。它就是里面这里它软了，可是它的皮是脆的，它的皮还会有一点口感。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出菜。要盖锅盖也可以，但是就是要控制好。对，那时间比较难拿捏啊。但是我们不盖锅盖也不用花太久的时间。对啊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上菜。那樱花虾直接拌上去吗？对，樱花虾直接放上去。哦。真的很像哎，对，而且里面有几个真的很像虾子，这真的好像樱花虾哦。樱花虾，来，直接把它吃掉。搭着，我看要搭着那一口吃。也可以沾一点那个汤汤水水，对不对？一入口就是那个鲜甜味。怎么会这么鲜呢？我真的好喜欢金针菇跟红萝卜搭配在一起哦。真的，大家真的要试试看。它除了本身金针菇那个很鲜的味道以外，还会多一个红萝卜的甜味，完全没有那个就是一般人会怕的红萝卜那种草腥味，没有。最后再跟这个很厚实的丝瓜融合在一起，那个汤汁。而且你其实这样看，你不说真的不会知道有红萝卜在里面。煮饭给小朋友吃的家长们可以试试看。好，那想要看到更多好吃的素食料理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对，而且里面有几个真的很像虾子。